嗨，欢迎回到龙树大师课程。现在我们开始讲第5课。我们这一课由范文开始，就像我们一直那样做。传统来说，他们说，当你成为开悟之人，你会一直说着范文，而其他人会听到他们自己的语言。你将会通晓所有语言，来自瑜伽经。人们会听到他们自己的语言。我认为耶稣也是这样，当耶稣说话时，人们会听到他们自己的语言。所以传统上，我们会提到一些范文，只为了在你意识中放下一颗种子。这一整课的内容与提姆和提姆的有关，我和我的。在我成长时期，有一首歌叫《I Me Mine》，这对这堂课很重要，我和我的概念。误解谁是麦克和什么是属于麦克的，就是所有麻烦的源头。到最后，这是国际性竞争的源头，企业竞争、战争、个人间的冲突，这一切都来自误解我是谁，和什么是我的，及什么是属于我的。我们会全然投资于自己，甚至不惜忽视他人为代价。我们所有人都这样做。我不认为有任何人真的到最后能声称自己关心他人多过自己。所以我们本质上都是自私的物种。这不是真正的问题，但这会呈现更深层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不明白谁是麦克，和什么是属于麦克的。如果我们能解决这点，那么自私便能自动的解决了。那么世界就会和平了。所以正的榕树希望从我和我的问题开始。阿雅一字是梵文，这字被纳粹人士误用为优越的种族或类似的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梵文，意思特指直见空性的人。这是十分稀有的，可能每500多年才有一次。所以正者榕树有时它被直接称为正者，因为我会说他一直是最有名的正者。在我们世界中，在我们历史中，在过去几千年中，他就是那位脱颖而出的超凡正者。以下是一些他在这堂课很常用的一些字，而我认为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些梵文，这会为我们带来幸运。当你学习梵文，它被称为生成语言，意思是它根据特定规则而运作。它有800个词根，如果你认识那些词根和它的规则，那么你就能在甚至未曾看过梵文的情况下说出梵文和写出梵文，因为它的规则是完美的，它是完美的。梵文的意思就是完美的语言，梵文的意思就是完美的语言，意思是你可以只从这800个词根去预测整套语言，因为它是完美的，所有形式也是完美的。我们现在准备学习，当你讨论梵文字词，研究它的词根是很有趣的，看着文字如何产生出来，这是很有趣的。所有西方语言，由冰岛至伊朗的语言，都是来自梵文。踢走闪族语言，例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；踢走中文、阿拉斯加语、瓦纳霍语或其他世界上余下的语言，都是直接由梵文而来。拉丁语、希腊语源自梵文，英语基本上是源自梵文。所以当你想了解一个梵文字，研究同源词是很有趣的。同源词意思是给我一些英文字词是来自这词根。而我常告诉人们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梵文，
你可以拿起《纽约时报》去看出范文。这是很有趣的练习。你可以看到整个页面它来自的范文，所以试试这样做。第一个我想介绍的词是 aham， 即是 aham， 这是我的范文。藏文是那，藏文是完全不同，和世界上任何语文也没有语言学上的关联。有一个传统说法，指它来自外太空或更高的物种。在语言学上，这是可信的，因为没有一个词和其他语文有关。但无论如何 aham 意思是我，这是自我的词根。H 和 G 几乎可以互相转换，而 A 通常在英文中转为 E， 所以 ego 一词来自于 aham， 在范文中意思是我。me 一词大概来自于 aham。藏文 naiwa 的意思是范文妈妈，而妈妈意思是我的，所以 aham 意思是我，妈妈意思是我的。这对我们很重要。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这个词和我的一词是同源的，也是源自妈妈一词。接着有一个重要的新词，由这两个词产生出词根是 kir， 词根 kir 的发音是 kir， 意思是制造一些事物。我们有 kama 业力这词源自于此，因此业力制造出世界。英文 kir 同源词有 cereal 麦片，是由地球制造出来的谷类。C 字以往是 K 字，接着 K 转为 S 音。大约在莎士比亚或类似时期之前，很多 C 字转为，例如 city 城市，由 K 音转为 S 音。所以 kir 和 create 创造来自于它同一个 C 字。我想谈谈 ahankara 和 mamakara。ahankara 和 mamakara。如果你将 me 和 kara 连结，意思是制造出我，你在跑来跑去制造出我。而 mamakara 意思是你跑来跑去制造出我的。所以 ahankara 意思是制造我，而 mamakara 意思是制造我的。这是一个要去思考的重要概念。你在这世界中跑来跑去，你正在定义我，你正在定义我的。而你这样做的方式很糟糕，导致世界上很多冲突。人们开始为了什么是属于我的和什么是不属于我的而起冲突。而 aham 中的 m 在 k 之间转为 n 字，所以你不会说 ahankara， 你又要说 ahankara， 尝试读 ahankara， 而那长 a 音是 r 而不是 所以 ahankara 念 ahankara， 接着 mamakara 很简单 mamakara。 好的，那真实和正确的翻译是 nanzen 和 nanzen。 nanzen 意思是执着于我，而 nainwanzen 意思是执着于我的。我们所有人也有这两种情绪，这是世界的问题的根源。如果人们能移除这 ahankara 和这个 mamakara， 那么世界会变成一个美好的地方。范文美好的地方，世界是什么？ mandala。 西班牙文 mundo 来自同义词根，意思是世界。它实际意思是一个圆盘。这是一个长故事，但一个完美世界，一个完美的 mundo 叫 mandala。 我喜欢去教堂，
我喜欢去进修处，我花了10年时间去同一所进修处，在那里他们教印度哲学。我以前会去那里听课，我回想起他们的数论学派有 Ahankara， 这是印度教其中一所最重要的学派，很可能在古老传统瑜伽学派中最重要的学派是数论派。他们有 Ahankara 这概念。佛教在印度流行了1000年，然后它衰落，它失为了，然后它再度回来。当佛教没落时，很多词被其他传统借用了，之后他们承袭了一些很奇怪的意思。Ahankara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执着我和执着我的。我给你来自网上的定义，这是一个一直很可靠的来源。Ahankara 是一个神秘和有力量的物种，能变形、能给予希望的物种。在旅行者到达之后，首次出现是在太阳系。所以这些很基本、很重要、美好而珍贵的有关我是谁的概念，他们在印度完全变得怪异了。我这样说的原因不是要批评其他传统，而是要鼓励你要小心。当你被一个传统所吸引，那么尝试深入研究它，看看它，尝试小心的学习它，看看它是否真实的。而我们今天所教的传统已经2000岁了，它在这2000年没什么改变。这是为何我可以坐下来教你这文本，它已经2000岁了，语言是相同的。准备好了吗？这是500年前的英语。龙树大师的文字是2000年前写的，是这个的4倍之9，但你能很容易阅读它，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传统，被严格的保存着。所以我鼓励你，不要用你珍贵和无法弥补的生命，而不去检查一个传统是否真实。否则你可能会遇到太阳系旅行者之类的。我们到达了一个有趣的点，他说，看我们讨论了题目，我们讨论了题目的。当你如何在真实生活中运用这些，来吧，让我们变得真实。龙树大师对学生很体恤，他不会一直将哲学倾注进你的脑袋。他会说暂停，然后说我们如何运用这个，它应该会如何改变你的生活，让你更加明白有关我和我的内容，这如何改善你的生活。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部分，从这里开始。这2个段落我会逐字读出，因为这2个段落有解释，因为我觉得它们很美丽。当你真正明白你是如何看待自己这矛盾时，你对你是谁和什么是属于你的概念就会消失。Nonjoba 做什么？题目 Nonjoba 的梵文是什么？瑜伽士。在很古老的日子，瑜伽士意思是以明白真实世界的人，而这词的藏文意思是完美运用冥想的人。这是梵文词瑜伽士的翻译。一位伟大的冥想家如何看我和我的。
他们已清楚我是谁和什么是属于我的误解。我认为如果你由我的开始，会比较容易属于我的事物。当你拿起这绿色瓶，这我们之前已说过，以我们最深层的本能，我们本能的觉得这是来自它本身，那瓶是向我呈现它自己，是它出现于我面前。无论你说过多少次，这是人类一个几乎不可能停止的习惯。所有有感觉的生物都相信，事物是朝着它们而来。正如我拿起这绿色瓶，你不会说：“哦，我早应要做一个红色瓶。”你不认为这瓶是来自于你，你会认为说：“哦，这瓶是由卡车送来，它是由工厂制造出来，他们有水，他们将水倒进去。”但如你真的明白龙树大师，这瓶真的由你而来，这瓶真的来自于你，那绿色是来自于你。顺便一提，如果你的冥想真的很好，你可以捕捉到你自己将它弄成绿色。如果你的冥想达到很好的程度，你可以看到你自己，你的意识将它涂上绿色，然后你就想：哦，我的天啊，那么我的生活中所有的麻烦都是来自于我。然后你会变成一个更亲切的人，因为你不会在你的问题上责怪任何人。这并不表示你的问题会消失，意思是对世界事物，甚至差的司机、类似等事物的抱怨，这整个性格会消失。你不会为事物抱怨其他人，因为你知道它是来自于你。试想，当你拿回这部分意识，当你拿回这一大部分意识，抱怨其他人和生活中事物的那部分意识，当你拿回这些时间，你会有何改变？你对其他人的态度会如何改变？当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废话是来自于完全准确的由你意识制造出来，你可以不高兴多少次？那么你就只管解决你的意识，你就专注于此。那么你会变成快乐得不得了的人，你会是一个更加亲切的人。所以他说一个瑜伽士以克服事物不是来自他们的感觉，他们明白事物来自他们。例如提姆是来自于提姆，提姆并不是由他妈妈安在他身体和意识的名字，他的身体如何运作，他的意识如何运作，都来自于他意识的种子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而他可以无限的调整他的身体和意识，假设你已克服事物来自这方向这个本能的习惯，又突然你明白到他们是从你意识流出，你正在制造图片，然后你给予他们名字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真的。我之前在纽约教这个概念，它曾在那里。我告诉学生，他们说：“哦，那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。”我会说：“出去，在第5大道上，站在计程车前面，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。你会弄断你的腿，然后你会得到不是真的医院账单。你会躺在不是真的医院床上，他们会在你不真实的腿上打上不真实的石膏。它是真的，但它是来自于你。那很酷，因为它是真实的。”但它能靠个人努力去调节。所以他们克服了误解下面这些的习惯，就是对自己的误解，误解了他们来自哪里和世界来自哪里。你有那张图片吗？应该是一个拿着书的女孩，一位年轻女士拿着书。是的，我见到这图片，我说我一定要用这图片。它就像在冥想，而你应该要冥想的对象是，当你尝试对空性冥想，就是尝试去理解空性，不是不相关的事物，而是你的空性和我的空性，你的个人物品，你拥有的东西。
我觉得这是完美的图片，因为你可以想象他正在对他是谁进行冥想，他来自哪里，和他正在对他的物品来自哪里进行冥想。那本书，我想象这是龙树大师的书，是在告诉他那本书来自哪里。但接着他说：现在看看一个明白我和我的人，不要专注在他们如何明白自己，也不要专注在他们如何明白他们拥有的物品，专注在明白这些的那个人身上。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否明白那个人，一个明白自己和他拥有的物品的人。如果你相信那人是来自他们，你正在看一个明白他们是谁和他们的物品来自于哪里的人，而你正在观察那人。如果你认为 No you don't do， 如果你认为他们来自他们自己，如果你看着他们，然后想那瑜伽士是来自他们自己，如果你看着那位明白我和我的人，而你有感觉是他们一定是由他们自己而来。如果你这样看，龙树大师说，如果你这角度去看通 day 通，如同通朗，对吗，约翰？那么我们可以说你没有看到任何东西，这很好玩。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将你的视线放在一位明白所有事物的人身上，你什么也没看见。接着龙树大师真的反复在说，嘿，你是否遇过一位明白我和我的人？哦，有的。真的？你有看着他们吗？有的。真的？你并没有。他就这样，他变得很烦人。而这就我们将会去到那处，我们将会直接去看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的空性。我很喜欢告诉我的亚洲学生，他们和我一样非常热爱《金刚经》。是谁写它的？是你。当你阅读圣经或看《乱世佳人》时，根据这些概念，是你制造了他们，是你制造了他们，是你制造了乱世佳人，你就是导演。每一次当你翻开福音的某一页时，你的意识正在逐字的放下那些词，而这是快的你没有注意到，你没有看到，而实际上，你是你自己救恩的作家。你是写这本宗教书的人，这书最终召唤你，把你从这个问题中拉出来。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，上帝来自于你，耶稣来自于你，佛陀来自于你。我如何创造一个比我知道更多的存在者，可以将我从问题中拉出来的存在者？这是很棒的事，因为业力会升级，业力倾向于自己翻倍。一个小的理解可以变成一个，如果处理得当，一个小的理解可以变成对整个宇宙的全面了解。而这些圣人、天使、上帝、耶稣、穆罕默德、佛陀，他们全都来自于你。如果你住在这些人曾经出现的一个世界，你就是那个带他们来到这里的人。这真的很棒。如果你认为不是，那么你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。这也很美好，对吗？这是龙树大师提出的点。这里有一个男孩，我放上那些看到的人并没有看到，这就是主题。在佛教里，这主题就是叫那些看到的人并没有看到。那些相信有些来这世界教最深层事物的人，例如耶稣，例如佛陀和穆罕默德，如果他们相信那些人来到这世界，但并不是来自于自己，那么他们永远不能遇见那些人。这很有趣。如果你认为这是那些人的由来，那么你不明白他们正尝试告诉你的是什么，就是你可以变得完美，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完美。好的，下一段。
他现在开始讲实际应用。在这里重要的词是 Nirolemba、克里斯蒂娜。这里哪一个词在梵文意识来说是拿取一些东西，它应是 upa 开首。不是，我不这样想。我认为是 upadana。upadana。Nirolemba 意思是拿取东西，而这就是此寄送的关键。此词最经典的引用文是：你出生时，你的身体和意识发生什么事？你得到了它。当你出生时，你取受了一个身体，以及你取受了一个意识。他在这里说，如果你明白了我和我的来自于你，而不是来自外在，你就可以停止执着，或者可以停止抓取。那么你可以停止对事物的执着。这在金钱来说较明显。我的生活，我与金钱的关系改变了。小时候我没有金钱，我们甚至要从食物银行取食物。然后在我成长的文化中指出，不要专注于金钱。我在一个被上帝保佑的嬉皮士文化中长大，他说定义你的事物不是你赚多少钱。所以我某种程度上逃避金钱一段时间，然后约翰布莱迪专案出现问题，我们要一直借钱来保存经典书籍。然后我想，或许我应该要运用这些哲学去赚取一些金钱，所以我就做了。而我们建立的钻石公司是现在全球最大的，而且在2009年被沃伦巴菲特收购了。我认为拥有金钱是很有用的，因为你可以运用它。而我们支持了上百个穷人，数以百计的难民。我们建立的学校有532个小孩，我们向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。而他的每个项目每几年就耗资几百万，而他也没有正式拿工资。为何我说这些？对金钱执着的这个概念，Nirolemba 执着的这个概念不是这里的意思。意思并不是说，如果你很富有，如果你知道如何获得金钱和运用金钱，那你就是坏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佛陀从没有这个意思，人们误解执着一词。他说不要执着，意思不是指金钱，事实上意思刚好相反。如果你对金钱执着，如果你不明白金钱从何而来，如果你想要更快的要更多金钱，你就要伤害某人或抢劫他人而获得金钱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认为金钱并不是来自于你，而你认为金钱从这方向而来，那么自动的你会很容易遇上一个问题，就是伤害他人以获得金钱。因为如果你要支持约翰的项目，这是一个唯一方法让你快速得到很多金钱。但如果你明白金钱是从你而流出，如同这另一种绿色，如果你明白钱是从你流出来，那么你可以很容易的中金钱。你也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测试，就是去打造一间全球最大的钻石公司，目的是去看看你的概念是否正确，如同一所实验室。为何我们谈论这些？在这寄送，龙树大师在谈论执着的概念 Nirolemba Upadana。这名称正确吗？你是否已经查核了？是的 Upadana 执着事物。他说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事物从你而来，这将永远保护你不再执着。那么你就不会生气，你不会自私，你不会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伤害别人。你只会去创造它们，然后它们就出现。如果你获得更多金钱，而你给予出去，你会获得更多。这很有趣，这真的很有趣。用很平凡的东西，比如金钱，日复一日去证明这些概念是正确的，这很好玩。我想谈谈，他说明白我和我的真正本质的人。
他们克服了对事物的执着，克服了金钱来自他本身的这个想法和感觉。那绿色瓶来自他自己，所以他们克服了执着。然后丘尼喇嘛他很可爱，他说：嘿，你知道吗？有4种典型的执着，你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吗？我们就说是的，当然。丘尼喇嘛告诉我们那4种执着是什么。我觉得如果由我告诉你也很有意思。拥有1600万页资料库是有多酷呢？这个月是我们输入项目的第35周年。你只需问电脑什么是4种执着，而它只需9秒多就可以告诉你。我以往要逐页的翻不同书本，那需要差不多1星期时间去找到这答案。现在我们只需大约少于10秒。我们可以在少于10秒搜寻1600万页，只要我们沿用由爷爷创造的输入码，否则要很长时间。好的，现在开始。我认为你会想要知道是哪4种。第一，常见的执着，对想要的事物的追求，这就叫常见的执着。普通老师的执着，对想要的事物的追求，这是错的吗？如果你正确的做，并不是错的。金钱是很有用的，他花了1500万元，它很昂贵，否则我们不会有1600万页。所以金钱可以很好用，意思是对美好事物的错误执着。第一种执着是执着性吗？题目我们可以翻为执着性吗？顺便一提，题目这解释是来自你的书。我突然觉得你会想知道。我挑选了10个翻译员。我说过，如果有人展示出他们真的很认真，我会接受新的人。这需要5年时间，而他证明了他很认真。所以大约几个月之前，他决定要翻译一些东西。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承诺，这是一个10到15年的承诺。他的书叫《圆满智慧》，是很中观的内容。而这一点就是来自于你的书，我认为你会想知道。第二种执着，对没用的概念的执着，伤害别人的概念。而这世界上其中一个大的例子，我会说是竞争，公司之间，人与人，国与国，在公司之中，员工之间。而这病态的念头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态念头，认为令你生活变差，我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念头，或者是我们要去竞争资源。顺便一提，这是一个不会得到资源的方法。想要得不到你需要的资源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和他人竞争，去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。如果这些概念是正确的，这可以肯定你之后将会资源短缺。相反的，去分享资源，就是增加资源市场的方法。那些会分享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，会得到更多石油和天然气，这些会在他们的国家中被发现。有一个美丽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页岩油发现出天然气的。亚列法，这是一个长篇故事。所以对病态见解的执着，我称这些为病态见解。我可以得到更多金钱，零和博弈，我要得到更多披萨饼，只有8块披萨饼。如果我不从你手中拿走1块，我不可能得到更多，而不是去买第2个披萨饼的这个想法。后者是佛教会提出的想法，如果你买无限个披萨饼，那么将有可能有足够的数量给每一个人。第3种愚蠢的见解是相信有一个自我或一个我。而现在你知道我是一个不是来自于你的事物。手机有一个我吗？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。如果你认为手机并不是来自于分享手机，那么你正在执着于手机的一个我。
如果你认为分享手机让你经常得到手机，我并没有付钱来得到这手机，它就是一直出现。我并没有付钱来得到这电脑，这些会自己出现。所以如果你慷慨和帮助他人对我和我的有正确的理解，这些会倾向于流回来，他们必将会流回来。好的，第4种，这是一种特别的执着，这种执着特别冒犯了佛陀，就是会伤害他人的宗教仪式。例如在佛陀时期，牛的祭祀很常见。甘地讲过，他一生中其中一个最沉重的时刻，是在瓦拉纳西观察到一场动物祭祀，而这改变了他一生。所以这有关宗教的概念，着重在伤害他人或伤害其他生物的宗教仪式。这是第4种执着，这就是4种执着。我们已经讲完了丘尼喇嘛的部分。我有一幅图片给你们，我不记得这图片。我认为这是一幅有关执着很棒的图片。他们正在执着。好的，我们看下一段。我会读出寄送。Christina， 你有那个寄送吗？你想读出范文玩玩吗？慢慢读，可以超级慢，但正确的发音。大声点。如果你想到达那涅槃或解脱，你必须停止你的负面情绪和那些情绪所带出的伤害行为。这是第1句，梵文的首半句。业力是从何而来的？负面情绪和业力是从何而来的？它们来自于 Namto， 错误的思维。而这从哪里而来？是 Stubba， 这是一个很难的词。它的意思是意识构建。错误的想法来自于意识构建，接着引起负面情绪，迫使你伤害他人。我再说一次，错误的想法来自于，我说了什么？错误想法引致负面情绪，导致你去伤害他人。而这些的根本，某程度上是有关对事物从何而来的错误想法。当你明白空性，所有这些问题的连锁效应就会停止。这是最后那句。这有没有让你想起 ACI 课程的任何内容？我们有一句引文，摘自对弥勒菩萨写的《究竟一乘宝性论》的一部论释。它并不是密宗经典，只是一本普通的书，叫做《究竟一乘宝性论》。《究竟一乘宝性论》那里有一个很美好的形容，去形容对导致世界上的麻烦的连锁反应。有一个很美好的形容，去形容不明白空性所导致的骨牌效应，甚至引起战争或世界上的身体受苦和死亡。我很喜欢这个章节，所以我把它找出来了。
因为它是根据这个内容的。弥勒菩萨是在大约龙树大师之后150年出现，他在龙树大师150年之后说教。因为我们有很多额外时间，我认为我们要看看弥勒菩萨给出的解释。由弥勒菩萨讲解的终极解释，弥勒菩萨是谁？未来佛，这世界的未来佛。好的，很接近，很接近，出乎预料的接近。好的，我为你们找出来了。再说一次，题目：这摘自你的作者。这是为什么我选了它的内容，就是为了你，因为它真的很性感。我会先读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学习。这是未来佛的终极意图。当你带着前世的意识种子进入这一生时，问题就开始。这些种子会自动的启发你去认为那个瓶来自于那个瓶，所以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乔。谁是乔？我喜欢称呼你的前世为乔，我不知道他或他的名字是什么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笑话，是我们圈内的笑话。我问我一位很要好的朋友，为何他人那么好？他说：“可惜老师，那不是我，是乔，是我的前世。”当你进入此生时，你已处于劣势，因为根据佛教，你连同你意识里的种子进入此生，它们自动的让你本能的觉得那瓶是向着你出现，它是来自工厂，它不是来自你提供水给其他人的慷慨，这是它执政的来源。但你必须反复教导你的意识，因为你把前世的种子带到这里，你的意识认为那瓶来自于那瓶。如果我们今生成功，如果我们正确的运用此生，在此生完结之时，我们的本能会变相反。哇，我喜欢这圣佩里克矿泉水，我要确保今天把一些水给某人，因为我希望让它持续。这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。你感谢世界你所拥有的，你察觉到这来自你的善良，而这是你生活的整体感觉。你想一直让它持续下去，你希望一直对其他人好。他说，不幸的，我们连同这些前世的负面种子步入此生，所以这是为何你会自动的不用思考的，由你从妈妈身上出来，即使是婴儿，即使是一只蚂蚁，都是自动的认为事物是这样而来，不由自主。就像我在蒙古遇到的那孩子，我之前很常去蒙古，我们在当地有一个项目，我尝试保存60万本书，现在是30万本，约翰正在做这些事。某一晚，我从图书馆回家途中，我看到一个水渠盖打开了，一只动物跑过我身边，像一只狼。我吓坏了，因为那里不够电位接到照明。我感到那动物跑过我身边，我问同行的蒙古朋友，我说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动物？什么动物可以提起那水渠盖并走在街上？他说，可是老师，那不是动物，那些是小孩，变得野性的小孩。我说什么？他说他们的父母死了。我说他们在水渠里做些什么？他说那是蒙古最暖的地方，如果你没有钱，你就住在水渠里面，你爬进水渠，在暖水旁边试着保持温暖。我就像哦，他说可是老师不要接近他们，他们会咬你，他们会咬你，很危险的，会传染狂犬病给你。而我就像哇，你不可以和他们谈话吗？他说他们不懂语言，他们从未学过语言，他们没有父母，
他们从没有父母，他们是野性的，是动物。那里有位女士因为照顾他们而得到诺贝尔奖。我们之前帮助那女士，会和我说这些。这一生留给你自己的思维，而这并没有任何竞争的思维系统，让你相信这是由他自己而来。当你想要他们时，你会为了得到他们而去争取，到最后迫在眉睫时。我之前在夏威夷滑浪，当时石油禁运发生了，人们要排队领取汽油，他们有枪，他们为了汽油而开枪。他说，你以为你很文明，但迫在眉睫时，当这是最后一瓶水时，因为你不明白这是来自于你，所以你会为了得到它而伤害他人。我们是野性的，我们天生是野性的，因为我们的前世，我们进入此生，认为水是在那里，而不是由我如何对待他人而来。第一，我们是天生野性的。第二，接着你开始相信事物在那里存在，因着你前世的种子，你开始相信事物在那里存在，而且它们从这方向而来。接着你的种子，你如何称呼它？你意识种子的选择，让你接收到一些你想要的事物或不想要的事物，例如这美好的水。我个人来说不喜欢那罐气泡水，这也是你的种子在运作。正因如此，这水在我看起来很好，那罐水在我看来不太好，因为这两个错误认知，认为水是这样而来。我开始想要一样，而不想要另一样。这是一种自然反应。当一罐水看起来不错，而另外一罐水看起来不太好，我会想要那罐在我看起来是好的，那么你就会有喜爱和厌恶。我们如何称呼它？无名的喜爱和无名的厌恶。而这触发了业力。为什么？你争取着你想要的，你努力离开你不想要的，而这是业力，这创造了业力。因为这样，你种下下一次的种子。这开始变成一个回圈。龙树大师在这寄颂解释的是这相同的回圈。如果你从没有理解事物从你而来，你会重复。你怎样称呼它？重启、重复。你会一直重复和重复。你的人生会持续成为一个向下螺旋，最后结束在不可避免的死亡和贫穷。终极的贫穷是你甚至不拥有你的身体。所以他说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回圈。我们可以打破它吗？你可以打破它吗？这是下一课的内容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打破它，你必须要来。好的，下次见。